刚刚喷什么？玫瑰的。好，学姐的麦克风。OK， 我们今天要录制一个重磅级的特辑。对，黑玫瑰。黑玫瑰，还有黑玫瑰本身已经是它的贸易系列明星商品了，对不对？派丽根。是的。那它后来衍生出其他的组合味道。好，那我们今天一次3支都把它介绍下去。对，好黑玫瑰有哪3个？对，最原版的就是黑玫瑰，2015年出的。是。然后这2支是后来2020年的时候出的。有黑玫瑰、雪松跟皮革。黑玫瑰、皮革跟黑玫瑰雪松。应该市场上目前还没有人这3支同步一起介绍的哈。对。可能没有，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我们没去看的。对，我们做自己的，从来不看别人哈。那我们这好不容易这一次3支都到齐。对，然后因为雪松也好不容易就是有再多到一些，因为之前预购都来多少出多少。对，然后这次就是有剩1支，是稍微好啊，赶快拍一下。那我先问一下2位，这个黑玫瑰之前闻过吗？对，有。那雪松呢？雪松跟皮革我没有。雪松跟皮革你都没有闻过。黑玫瑰皮革我有闻过。皮革。黑玫瑰我也闻过，我忘记。但黑玫瑰我比较有印象。OK， 那黑玫瑰雪松我没闻过。没有。那学姐来？之前在专柜有闻。我3支都有闻过。所以我们今天要做3支比较啊，你们可以分辨得出来了哈。应该可以啊。好，这么有信心。看香调好像我觉得蛮大差异。真的 OK。好啊。那贸易系列一直是它热卖的一个系列。对。那我们今天全新的，直接在镜头前拆封给大家看看。好，那这一部影片拍完，我们就留在现场，给试香的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做尝试比较。贵的。好，没关系。这个我常讲，先试，有舍给大家才有得，对不对？对啊。先舍才会得。好，来，那我们就来吧。先从哪一支开始？也很开心。原版呢？好，原版开始。先从黑玫瑰，因为其实黑玫瑰味道最不一定啊，不一定。比较绿感啊，所以对，我们就从黑玫瑰。你觉得黑玫瑰绿感不会的？我觉得它蛮深度的干燥。跟那2支比啊，感觉不一样，没关系。跟那2支比，试试看。每一个人对香味的感觉，而且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对啊，就是可能有人觉得还好，有人觉得很重。那我们自己在经营这个沙龙香，其实最早我从2014年开始，全台湾第一个进口Jo Malone到现在。对，当时Jo Malone整个热潮到2016、17的时候，18年我们应该算是最先引进派丽根的，也就是Jo Malone的下一棒。对，那在短短2年之内，整个市场的香水视野被开拓了。对，那变成说很多的香水收藏家就开始追逐一个又一个的品牌。对，结果这个尝鲜嘛。对，派海利根反而在2年时间就因为一直追逐新的品牌，忘了好好的品尝它。但是现在这一轮下来之后，我觉得近期，我觉得大家要慢慢回头，好好的欣赏派海利根。对啊，它也是很经典啊，它的味道我觉得它很棒。这个盒子。对，钢琴烤漆的盒子，我真的很来给大家看一下，蛮有质感的。尤其是它的那个就是这个系列特别，我觉得它这个系列特别的用料特别扎实一些。好，这一支。对，那为什么叫贸易系列呢？事实上在，全世界这个1500年那时候大航海时代的时候，最早交易的，甚至在更早之前，他们贸易的基本上就是贵金属跟香料这2样重要的东西。好，那因为很多香料香材不论在祭典啊，或者是在这个皇室，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那很多国家有什么材料我们没有，就会开始贸易彼此的进口互惠这样子。好，那来吧，先来试第一支。先试一下，然后这一支呢，它就是代表这个幼发拉底河。土耳其东部的幼发拉底河底的一个旧城，然后它是盛产这个很特殊的品种黑玫瑰。对，那因为它这个城呢，好像比较特殊，是当初为
我看网络资料是写说，就是它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要蓄水这样子的一个工程，所以有一些沉的部分都废掉了。哦，对，因为被淹没，对，被淹没，然后就是会做成那个水坝蓄水这些。是。对，那但是因为那个地方还是因为黑玫瑰的存在，还是有很多游客会去那个地方看。OK，你说这个城市就是可能地壳变动，后来下陷了，是不是？会变蓄水吗？不是，是因为要做蓄水。OK， 然后才把一些它的那个城市部分的会就是弄成是建那个水坝，所以它有一部分的城市已经是在水底了啦，就是它建好之后它是对啊，这个黑玫瑰还是那一个地区的代表特产。对，我已经把它写好1、2、3了。不然等一下会混在一起。对，非常聪明的策略。先写好位置。哇，他这个看到了。一开始的，我一开头虽然是辛香料，但是这是我好香，这是我闻过这么多辛香料开头的前调，它算是舒服让人家沉稳的。对啊，我很喜欢这味道。它不会刺激呢。你虽然闻得出它是辛香料，可它不刺激耶，不刺。很多辛香料容易让人家觉得刺激，但这个不会，它让人家沉稳，会觉得安定。是，哦，好香哦。好，来，现在目前在2位身上的前调怎么走？一开始我是闻到还蛮清爽的柑橘香气的感觉，玫瑰就马上出来了。然后我现在还闻到藏红花。那学姐嘞？学姐现在在你身上，还有一些木质香气，葡萄柚跟辛香料的味道。葡萄，你有闻到葡萄柚？它就是用葡萄柚去提那个，让辛香料跟木质调的味道不要那么沉重。然后去让整个这一瓶香水一开始的花香是比较明亮一点。是，否则。因为它后面用的香材很容易把前面的花香盖住。OK， 好，那李经理，你觉得这一支用了之后，给你什么样的心情上的呈现？我呢会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因为它是就是玫瑰、藏红还有乌木这3种的组合。对，那一开始它的那个刚学姐讲到的葡萄柚果香这些是让它比较不会那么沉，就是比较轻松的感觉。但它整个的用料啊，玫瑰、藏红跟这个乌木都蛮明显的在我身上，然后它各自就是有一个平衡点，不会觉得玫瑰特别突出，或是它一开始有，但是我觉得它3个的那种融合的蛮好的，然后我的身上马上这个就是中后的那个木质香气，其实还蛮明显的，对，OK， 然后好香哦，很浓，来学姐现在在你身上。我要补充一下刚刚的那个，因为那个黑玫瑰本来应该是土耳其，就是那个小镇只有它生产，可是就是因为它新造的城市，改变了它的地址，其实现在黑玫瑰是产不出来的，所以它现在是模拟，就是因为以前的黑玫瑰而去做一支。类似黑玫瑰感觉，它就是以那个为灵感去调这一支，对，所以你其实现在闻到的是它想要营造出黑玫瑰那个神秘玫瑰花的感觉，就是神秘玫瑰花，已经不是当初真正黑玫瑰的 feel，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人觉得这个跟一开始出产的黑玫瑰跟现在你闻到的黑玫瑰，如果你觉得有差异，我觉得那个差异应该是这样。对，因为以前是用真的黑玫瑰嘛，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黑玫瑰。以前是指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档，对，最早的那一个，现在已经不是了。那我们现场我闻起来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来了一个专家朋友伟霆了哈，然后我还有闻到一点点凉的那个香气在里面。因为他现在用模仿，所以他现在又把那个水汽的感觉也放在黑玫瑰里面。那我顺便
插曲讲一下这个黑玫瑰的小故事。好，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本身是一个宗教团体。那有一次呢，他就请我推荐香水。那时候黑玫瑰我们卖得很好，因为我对香味介绍不是我的擅长，我对销售数字的介绍比较擅长。那我知道那时候黑玫瑰卖得很好，我就推荐他说，那你不然买一支黑玫瑰嘛。然后买去之后就去他们这个宗教团体。他一进去的时候，哇，所有人都说你这是哪一支香水，怎么那么香？询问度很高。对，而且他们这个团体就是非常适合这个味道啊。是啊，哇，闻得非常的沉静沉稳这样，而且非常的迷人啊。对。哇，结果后来你知道，他的朋友开始问我，哇，他们一加这个团体就加了20几支啊，每一次到货就直接被他们 booking 掉，就直接带走了。对啊。所以这个味道让我觉得就是很沉稳，而且很有层次，对，非常的意域辽阔，对，而且有一种很神秘、很美的意境在里面。是，好，那我们让伟霆来说一下好不好？我觉得他穿这样没有到镜头前太可惜了，真假的？对，我觉得你们林心力往中间，我们先林心力往坐，换你坐好了。林心力往中间，然后伟霆坐中间这样感觉好像太多。来这里，谢谢。应该让伟霆坐中间，伟霆这么好看。这样子会不会显得我很胖？不会。为啥？对你今天黑衣服策略正确。对。伟霆入镜了，非常开心。我们今天一次介绍3支，真假的？对，黑玫瑰系列。对，那现在才正好第1支，你就进来刚好。那让伟霆分享一下。好，我觉得这支就是给人感觉是有点韵味的女性的味道，就是白雪公主的那个母后。是哦。可是大家想母后会觉得太老，可是你要想她也是世界上第2美的女人呢，对不对？对，仅次于白雪公主，只是年纪大一点的。对。是。对。我们不用当第1，第2也很棒。对啊，对，所以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沉稳，然后跟媚就是女性的味道，可是它的沉稳不会说一直老下去，它会收。OK。对，然后加上它本身是，我觉得它通透了一点，它没有那么厚。OK。对，所以我觉得它的韵味会比较迷人一点。就是不是负面的那种感觉。了解，所以你觉得这一支反而是比较适合女生？对。这一支应该是这3支里面最适合女生。对，真的啊。有点内涵的女生。OK。好。越讲越觉得好像很适合我，没有？你比较甜，有点内涵，对。OK， 好，我比较甜。那黑玫瑰你之前有闻过吧？有那黑玫瑰雪松跟黑玫瑰皮革你有闻过吗？没有没有，太好了，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开箱。好，没问题。那我们第1支黑玫瑰，对，前调。先介绍这边，那我们接下来直接打开第2支。我们直接拍3支。直接拍3支，因为这一次就做一个特辑。第2支，给大家选一下，皮革先还是雪松？我觉得雪松比较好，因为皮革会比较重，对吧？可能，应该是。有可能。好，反正我们雪松先。闻过黑玫瑰雪松的举手看一下。只有学姐。好，来，太好了。学姐最专业。对。学姐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香水那个百科全书啊，很像以前人家那个圣经，有没有？你按说第几章第几节，然后就开始诗篇第12章第4节，它就直接出来了。维基维基百科啊。我真的觉得这盒子都很美。对啊，我觉得这盒子要保存要一直擦，边绳有点太漂亮了。对，这个绳子，你看它3个的绳子就给你感觉它有诉求的东西了。是一样的吗？3支好像有点差异吧？还是这2支？真的哦，价格有点差异哦。应该是这2支比较贵。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贵一点，但我们好像都定一样，都一样，因为它不是蝴蝶结，我们都一样。对，这感觉比较难一点啊。这个手工，这个只要把它粘上去就好了。对，对啊。你们不打开都不晓得说，好美哦！我以为它还是蝴蝶结，应该是用料不行。哇塞，好，黑玫瑰雪松来，要记得你的第2个位置哦。位置，对。伟霆要记得你的第2个位置哦。可以写，我都把它写上来。来，这个，好，我的1号位在这里。先拍你们的下面，2号位在这里。这边吗？对。
它比较冷冽一点。2号，什么声音？哇哦，2号，2号在这边。凉凉的雪松哦，这个雪松蛮明确啊，对不对？好来，酒桶，酒桶，酒香它是酒香，是，哦，你们一致认为是酒香。对，好，一开始的时候，好，学姐先讲但。是有一个凉凉的味道。对，因为辛香料给你感觉的酒香，所以会有一点你所谓的凉凉的那个 feel。对。这一支也是算，它一开始还是有个清透感啊，它不是很重的那种木质调，因为它利用前面的前面不知道什么辛香料去带出那个很舒服的木质香。但我觉得它有黑玫瑰的底蕴在，有啊，但是又加上了这个雪松，好比较透凉的这个气息在，对不对？是。那伟霆呢？伟霆现在目前前调黑玫瑰雪松，帮我们形容一下吧。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它比较凉凉的感觉，蛮舒服的。因为本来看它的瓶子，我会觉得它是比较沉重的一支香水。对。因为那时候我在专柜，然后我想说可不可以试闻一下这支，然后对方跟我说，这个你喷会太老。哦，真的啊？对，可是后来我现在闻，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我觉得蛮有质感的。是，那你觉得它雪松的这个香材明确吗？还蛮凉的，还蛮凉的。哦 ，OK。会不会让你觉得你会有广货吗？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有或者是什么样的？对，就它有一点点广货，有一点点药感，有广货的凉。常喝哦。就是我也觉得蛮适合女生，然后是可能会在信义区吧。信义区。然后那天她可能没有约会，就是想要有一点际遇的女生。OK。对，我觉得好适合昨天哦，感恩节的晚上。如果有个女生路过吧，然后可能飘出来的味道是这样子，有点底蕴，然后又凉凉的这样。对，会蛮迷人的。OK。但如果跟朋友吃饭什么之类的，会有点抢戏这样。哦，这个会比较跳就对了。对。比较出色了哈。对。OK。好，那林心丽这一支前调，目前你闻起来什么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带一点那种就是干干的果香的那种酒香感，然后还有木头香，这几个味道蛮明显的。但跟刚黑玫瑰比的话，就没有闻到什么太明显的花香的部分。对，就还比较少。那我觉得雪松它木头味道，其实在现在开始输出越来越多了，对的。有喝过那个热红酒吗？水果热红酒有一点像，我觉得好像哦。热红酒，可是它那个凉凉的，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太闷。对，是。因为它一直都有刚刚伟霆讲的这个凉凉的味道出来，广阔跟雪松一起的。OK。蛮轻盈的那种感觉。对。林心丽会用在什么场合？如果这一支？这支，这支我觉得还蛮轻松的，就是很适合逛街啊。我觉得这些都还蛮适合，就是不会太看场合的味道。这支，对，我本来觉得它的药感一开始会有一点小排斥，可是我觉得它的药感跟那个酒香和果干的感觉。我觉得它化为一种新的一种很舒服的味道。OK。你们都有一致说到果干这个素材哈。对。有那种感觉在，就是可能是水果配雪松的关系吧，就有那种果干风干后的感觉。水果辛香料，加木质。那学姐，那你觉得这一支你会建议男生用还是女生用合适嘞？这一支我觉得它是男女都 OK 啦，男女都 OK。对，而且还蛮适合这几天天气冷的时候用。这一支很适合。
但是晚上或天冷。伟霆刚刚讲到说它带点凉凉的，你也一样觉得？没有，我觉得那个凉凉不是凉感的凉，它只是不想让那个香味太沉闷。OK。就是太重或沉闷的那个感觉，它把它提上来，对它那个，它不是那个天气凉的那个凉，不是那种冰冰的，对，是薄薄的风啦。我觉得就是因为它那个凉感才会让你像心地觉得任何场合都可以喷，或是我们会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对，那就像伟霆说的，这个女生这个在大街上信义区走路散步过去，飘出来一阵这个风嘛，OK。比较有个性的女生，是。我觉得这几天那个下着雨，然后跟朋友约看球赛的时候很适合。OK，好，那这一支是黑玫瑰雪松，那我们来进行下一支。哇塞，黑玫瑰皮革来，直接现拆。这个瓶子真的很漂亮。好，对啊，3个排起来就。钢琴烤漆，我觉得那个潘海利哥的贸易系列，我就很想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每一支都是钢琴烤漆。是啊，对。然后都很漂亮。你看这个盒子就是很美哇，又颜色不一样的都很漂亮。对，很适合3支全部收在一起。你看一下正面，它还蛮漂亮。没有皮革。那这个也是绑揪揪的，之前都纸盒，这个好像对啊，它就是它的贸易系列都是这种钢琴烤漆的，放在书桌上也蛮漂亮。对，这个盒子黑色的，哇，看起来有质感，来，这好可爱。对，试试看，这一支我也没闻过，这是很可爱。第3个位置，黑玫瑰皮革。好，第3个位置，请准备。来，好，这边，谢谢你。这边，对，我拉不上去，这边，好。我发现了，不同的天气闻起来真的感觉不一样。真的？对啊。你之前是夏天的时候闻的，是吗？有可能，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去试，有一支让我觉得很阿杂，可是我今天闻没有一支让我觉得阿杂。都觉得很好闻，好玩。可能是大家一起闻，心情不一样，有讨论，对不对？我今天闻这一支皮革好好闻哦。哇，来让伟霆先说一下。真的吗？我再感受一下。好，林心地感受还没。我这个会明显啊，我现在就是舒服的皮革一般让人家比较害怕，它可能会比较沉重一点，但我觉得这一个皮革不会，它不会像这个。它的瓶身黑黑的，你会觉得跟它就当又比较花一点的。对，它的皮革是清透轻盈的皮革这个就厉害了。它是微微的烟熏，然后带一点点花香，带一点点皮革，带一点点木质，然后都刚刚好。我觉得很像一个打着啾啾的英国绅士站在你的面前。女孩子应该也可以。就是比较有个性的那个感觉。对，好，来，林心地准备好了吗？还是你正在享受其中？对。3支这支对我来说是最重的。对，就是3支比起来。对，然后它一开始是皮革的那种呈现的感觉就蛮明显的了。是。这支也很好闻，但是不会只有很冲的那种皮革，它是蛮柔顺的，然后又带刚讲那个学姐讲那种带一点花香，是，然后一点那种有点草香的那种味道，我不会说，我知道你可以闻到好几种，对，它蛮好闻的，我觉得这2支我觉得3都不太一样都有一些特别的，就是他们会把几个味道融合成新的，对，新的变化，对，不太容易用1-2句话来呈现。那我自己本身我是蛮喜欢皮革这个东西的，例如说我的钱包啦，或者是我放这个 iPad 的这个也是皮革装的啦，我都很喜欢买一些皮革皮件类的东西。那为什么？因为像我的手机
也都是之前也是这个用皮革，有没有？手机壳也是用皮革皮套，它会越放越沉，越放颜色越深。那我就很喜欢皮革呈现给人家这味道，同时它让我现在的想象画面就是皮革放上了玫瑰鲜花的整个视觉的，不论你是皮革的包包啦，或者是皮革的器皿啦之类，配上了这个鲜花玫瑰花，我已经颜色很好。3个不同的人站在我面前，哇，3个不同，就是贸易系列的3个不同的人。我觉得她是一个优雅的千金小姐。哦，这个贸易商的女儿，有一点点肉桂。贸易商的女儿，这个是一个，这个应该就是贸易商本人。新香港的感觉。这个就是在码头运茶船运船到了码头的时候，在码头负责那些商品的头。配给的就对了。这个我觉得已经是3个主角都在你面前了。这个是负责配额的这个不指挥分配，你该多少多少。你要去搬什么？你要去，或是就是东西到了码头，不是会开始议价，然后销售吗？不同的人物已经站在我的面前。OK， 好，那现在我们3支分别都闻过嘛，对不对？是。那我们来讲一下3支，分别给你的感受。那什么场合你会用哪一支这样子，好不好？还有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把它选出来。好，那先从林心丽好了。好。这3支你分别会运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怎么使用？这支我觉得是很适合，就是展现个人魅力的时候。然后顺便说，这支是我3支里面最喜欢这一，还是最喜欢这一支。是，对。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它的藏红跟玫瑰跟它乌木部分是，我觉得是它这样子的结合是我最喜欢的。就觉得这支是我会把它，比如说晚上要朋友聚会或是任何你很想要展现自己魅力的场合的时候，会想要选这一支。对。那这支的话，因为它比较果干加一些那种酒香，它在我身上玫瑰很少，这支也是一样。对，所以我那雪松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雪松的话，刚提到就是我觉得它也，因为它一开始还蛮轻，但是它到中后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比较沉稳的，很像比较适合就是喝小酒的时候穿的那种感觉。这支应该是喝酒的时候，小酌的时候可以喷这支。是，对，那这支皮革呢？差点找错位置。这支我会比较想要在别的男生身上闻到。对，因为我觉得这支对我来说，可能皮革就是它真的是比较个性比较强烈一点的感觉。对。OK。比较果断，比较霸气一点。对。霸气好像也不到霸气啦，就是比较果决了。对，但它也不轻，就是它没有到像青鸟那种就是柑橘皮革那么轻盈的皮革，没有那么那个年轻的感觉。我觉得它这个需要在微微的一点点历练，然后比较果断的男生的这种感觉，比较适合这一支。所以你反而觉得第3支适合男生？对。OK。好，伟霆呢？那这3支分别帮我们。第一支我觉得蛮适合约会的。这一支适合约会。烛光晚餐。对，因为是一开始会觉得它有一点底蕴，但我觉得那个比较偏向于那种想到晚上的迷蒙感吧，有点浪漫的感觉。是。对，所以穿个小香风去吃个烛光晚餐还不错。你说穿个什么？小香风啊，香奈儿。就Chanel的那个外套，有点编织感的。对。然后第2瓶雪松，
这个就是我会觉得逛街比较适合，因为它的气场强了一点，是，就是有个性一点。对，那我怕如果吃饭的话，会有一点那个什么气压。气压太高，对，他本身是蛮帅的，应该会蛮适合一些有想法的女生。我想要跟人家不一样，这样喜欢穿黑色系的等等的，利落一点的，刚好也蛮适合现在的天气。是，对。OK， 因为我觉得一般有玩香水的女生都不会想要跟人家一样。蛮特别的。所以这支会蛮适合大家。OK， 好，觉得是对吃饭还有逛街的时候。这支我刚好像没有讲到。你没讲到吗？没讲到，现在补可以吗？可以，当然了。就是虽然我刚一直看香材表，它好像没有酒类，但是我一直觉得它的花香呈现出来的有一点红酒的印象。虽然没有红酒的味道，但你会想到红酒，有这种感觉。OK， 可是不知道是它皮革的关系，我会觉得稍微适合男生一点，很适合男生品酒会或是下西洋棋的场合吧。哇，绅士活动嘛，射箭等等。哇，你的场合就是跟我们不太一样，下西洋棋跟品酒，因为棋子比较大颗，拿起来特别开心。对 ，OK。然后如果是女生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距离感，它的距离感跟雪松不太一样。雪松那只是比较有个性，这只会觉得比较有能力一点。你会觉得这个人离你有点遥远。OK， 对。那如果是女生喝一些贵妇下午茶等等的，那就还蛮适合了。是景观餐厅啦之类的，要看场合。你讲的蛮好，就是有个性跟有能力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对不对？有个性如果大家很有个性，但有能力又是一回事。对，他可能讲话好相处，但你就是知道他的身份摆在那里。OK。那样子的感觉，了解，形容得真好。谢谢。好，那这3支你会比较 prefer 哪一支？这支吧，我觉得它很漂亮。哇，真的啊，酷哦。中间的也不错啊，因为它那个边绳。是，好，那再来换那个学姐。我本来觉得有分男女，但是因为一开始这一支给我很男生，前面那个烟熏感，然后这一支前面是很温柔的，但是其实现在全部走到中后段之后，我觉得3支其实不用分性别，对，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很适合。是，然后这一支我觉得它不用挑场合，任何时间你要使用都可以，因为它就是一个很自然舒服又不扰人的花香木质调。OK， 那这个可能就比较需要挑场合一点，因为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辛香料跟广藿香，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天气比较冷，然后你想要跟朋友小酌聚会的时候，是，对。那这个很适合比较有个性的，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所谓有个性，是对自己充满自信的那种个性，是，不是那种好像大辣辣，然后那个静不下来那一种，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然后很有个性的那种人，就很适合。因为这一支气场很好，是，它气场好，闻起来又很舒服。它后面那个皮革的味道很好闻。Okay. 我觉得这一支还蛮适合对自己很有自信的人，对，可以喷那一支。好哦，瓶子又漂亮，是，或是你想要让自己呈现出很有自信的感觉，也可以用这一支。OK， 好，那又到了我们残酷擂台的时刻了哈。我们每一个人要选出他自己心中最推荐、最喜欢的一支，好不好？那我们先从资深的先开始好了。如果3支，对，3支你最推荐唯一一支皮革哦，你会推皮革哦？对，好，就会推皮革原因呢？因为它的层次跟那个调香的技巧跟感觉，我觉得很棒。OK，好，那第2名，因为它实穿，是，对，它实穿。第3名，因为它太有个性了，它必须要挑场合使用的。好，不然其实真心讲，我会3支都收藏了，是最好的哦。对，好，来，那林心娣呢？林心娣第1名，你心目中第1名哦，还是一样黑玫瑰，经典这支。然后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花跟木质的部分2个
融合的非常好。就是你前面可以感受它就是花香啊、藏红花，对，跟它的那个乌木这个整个的感觉，然后都让你觉得一闻就很喜欢。然后它后调其实沉稳下来之后，还是有带微微那种就是皮革感，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啊。OK， 对，我觉得它的整个就是可以让你感受的那种层次，对我来说我觉得蛮明显的。好，那你的第二名？第二名，好难选，应该是这支哦。对，皮的这支，有个性的，比较更独特一些些。是，对。好，第三名雪松，对 ，OK。虽然但是外观是最喜欢这支，是，外观是最喜欢雪松这一支。好，那我大概整理出一个特色，就是说，要么你就是最有个性，要么你就是最清新宜人。比较起来，变成说黑玫瑰是变清新宜人，对吧？哦，这三支里面，对。那你看这个中间就很容易被忘记了。其实如果他自己单穿的话，我相信他也是很厉害的。对，就是因为没比较没有伤害，一比较就知道那个差别落差在哪边。其实它三支，我觉得它都有它各自的特色，要看你自己你 prefer 哪一个特色是你特别喜欢。像我可能觉得说，我喜欢藏红花给我的感觉跟花香，那我就会比较 prefer 这一支。那另外的，如果你可能特别爱就是雪松给你的这种清爽或是那种轻盈的木质感，对，你可能就会喜欢这支。所以其实看个人喜欢，所以没有说哪一支特别好或哪一支比较。好，那我们来问一下特别来宾，第一次跟我们一起上镜头的伟霆，来，你心目中的第一支？第一支哦，应该是皮革这支吧，红黑色的。是。对，因为我觉得这支质感特别好。然后，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红酒感蛮特别的，就虽然找不到酒味，对，它会有那种印象在，是，所以会让我觉得说这个味道，它的调香有点太稀有，独特性很高，然后适合的场合也比较高级，对。不过得说喷这支还是要打领巾啊，蝴蝶结会有一点太活泼了。OK， 有领巾对不对？会好一点。OK。然后第二支的话。其实另外两支我的评价差不多，但是单纯黑玫瑰这支，我会希望在别人身上闻到。对，我会希望我的约会对象喷之类的。是。它中间那支就是回头香，我觉得逛街走过路过会让人家很有，人家会很有，对，人家会很有记忆点，这还蛮帅的。OK， 好，所以你的第一名是这个，对，1、2、3，雪松吧，雪松第二，1、2、对3这样，对 ，OK。好，那我跟你们其实不太一样，我蛮喜欢雪松这一支，对。那我的第二名会是黑玫瑰，第三名是这个，对。那原因是我蛮喜欢刚刚这个伟霆他形容，他说很像在这个这个什么信义区逛街的时候，在百货公司门口走过一个长发飘过去的漂亮女生，她穿长靴。哇，那你知道这个发间飘过的香味又很有个性，就是这种，对，你会一直不断的想要假装看他，又好像没有看他，不想被他对，不想被他发现说我其实正在偷看他的这种味道，就是这一支雪松皮革，这是我最爱的第一支。那第二支黑玫瑰，当然就是让人家非常平静，而且又非常美丽又魅力。那它会适合在很多样性的场合，它都可以。那第三才会是这个皮革，因为皮革它真的是比较相对起来它是比较重的一支啦，也是大家说的比较有个性。OK，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3支，好不好？那今天我们用了将近40分钟的时候，40分钟的时间，40分钟，对，这么久，我讲了40分钟，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讲很久，对不对？对。真的假的？刚讲40分钟也太久了。对，好，真的喜欢的东西你都不会觉得很久，好不好？那非常谢谢3位专家跟我们一起讨论，很难得一次把这个黑玫瑰的整个特辑把它完成起来。是，好，那我们之后会再分镜图集这样子，一支一支把它完成起来。好，那你们要记得
这3支分别的味道。好，那待会我们是到分支的时候再去评分，这样。是，好哦。但是待会30秒一个都逃不掉。那对，那学姐呢？我就讲皮革。对，学姐皮革，好不好？那这个伟霆给你选，真的假的？对，30秒。你选皮革啊？哦，那皮革给你啊，也可以。好，如果你皮革比较有感觉。好，皮革给你，比较有 feel。那林心地黑玫瑰啦，好，好不好？那雪松学姐了，好比较有 feel。雪松比较难，我们交给最专业。对，好。那我们直雪松最接，多人买。那我们直接同一个画面进入30秒哦，好不好？好，那回头见喽，先待会拜拜。拜拜。